不管是在谈判啊、人际关系啦，或是你今天遇到一个人，你跟他的地位到底在哪里，其实在见面第3秒就已经决定了。被抓进去的色狼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 有，我曾经在纽约带着我的助理要去跟他谈一个 case， 他上面虽然穿的是西装，但他下面却穿4角内裤那种，然后他一坐下来就这样脚开这样，我直接站起来，我就跟他说 Weinstein 先生，对不起，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可能不是属于你们公司适合的，那打搅你的时间了，我就走了。我曾经有一次投资者直接搬现金哦，几百万现金美金摆在你的面前，有钱拿还不好呢，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进来就一副我是有钱大爷那个态度，就握手的时候也是就我当下就决定我不会去接受这一次的这个投资。6个多月后呢，我们知道另外一家公司有接受这笔钱，结果呢还被联邦调查局的去查，因为这笔钱呢背后呢有那个墨西哥毒枭。哇！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呢，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该如何使用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方式呢？我们好好的磨练一下读懂人心的能力哦。那为什么要谈这一集？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的社会啊，诈骗真的太多了，感情诈骗也有，甚至呢，我们外出工作认识新客户，我们都会需要有读懂人的能力，甚至可以好好保护好自己。所以这一集呢，就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易凡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他多年来的一些实务经验。那易凡老师他本身是一位心理咨商师，同时他又是电影制片人，还有呢，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整个在工作的范围并不是局限在台湾，那更多的时候是在美国，然后尤其又是在好莱坞这样的环境。那这里我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易凡老师。Jaco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易凡老师，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很好奇一点是，你当年是怎么决定要在从台湾然后去到美国发展了那么多的领域？那时候就是叛逆嘛，觉得想说要出国念书就要去那个爸妈很难去的地方，因为当年要出国不是那么好出国，尤其直飞的飞机很少，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就找一个欧洲的，因为美国太容易去了所以那时候就故意去找一个那个欧洲的，所以就跑到德国去念了。我当时因为德国的心理学是最强的嘛，那所有你们听过的就是譬如说弗洛伊德啊、荣格啊，他们都是在奥地利或是德国出生的哈，所以我本来就对心理学这一块很有兴趣。我从小到大就好奇宝宝，就是希望知道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那个人为什么这样。我从小就被老师经常在那边念说，上课很爱讲话，因为一天到晚爱问为什么，可能就因为这样就跑去念心理这样子。那刚刚那个 Jaco 你有提到说，那我怎么去学心理，怎么会从德国又跑到美国去？所以这个真的是人生很有趣，所以有时候你刻意要去控制它没有办法，一定要随缘当时我本来也就是想说就是去念个心理啊，可是谁知道呢，我的同学他们在电影系的，正好需要拍那个学生电影要交作业，然后呢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章法然后我在旁边，因为我去陪他们嘛，然后我在旁边说这样子不行啦，然后我就说来，我帮你们理清楚一下哈，然后我就自告奋勇，然后他们说那这样子你帮我们，那我们给你一个制作人的title 制作人头衔，反正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跟什么，我只知道说反正能够在上面挂个名好像蛮好玩的，然后结果就帮助他们把这部电影拍成，结果竟然得了个小奖。然后那个时候正好美国的那个电影公司正好在世界各地要准备开阔那个国际市场，他们就在世界各地在寻找各个国家的不同的专业人才，然后我因为那部电影是制作人我就被他们邀请到美国去工作了。对，更有趣的是呢，虽然说我到了美国是以制片人身份开始，
可是呢，因为我在德国念的心理是非常特殊的，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我们班上就只有一个女生，就是我，犯罪心理侧写，在那个时候是基本上没有女孩子上这些课的。那我是因为我除了学大众心理之外，我又很喜欢，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比较注意到细节的天分，是，然后结果就让我在犯罪侧写这一块领域就忽然间备受瞩目，然后在当时呢，有被 FBI 还有 LAPD 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洛杉矶那个警察局就邀请去教那个探员跟警察。因为美国地方很大，你们应该常听到连环杀手，就是因为它一州一州都那么大，所以这个有人在这边犯案之后逃到另外一州，要抓到他们比较难。那我们要怎么样缩小那个加害者的范围，就是要赶快去判读这个人可能长什么样子，几岁或什么，然后再下一次可能会在哪里作案，赶快先去缩短这个范围，让警察赶快去找。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弄起来呢，然后再加上我又在好莱坞，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这样糊里糊涂被挖去好莱坞的然后到了好莱坞呢，也因为我可能这些仔细的观察，还有我对人性的稍微了解，那变成我在选剧本啊，我在谈判啊，在谈这个投资谈判或者是行销谈判的时候，反而帮助我很多，也就让我糊里糊涂得很多奖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艾美奖啊，坎城影展奖啊。但是我不认为是因为说我多厉害，而是因为我有观察到，就是说可能观众可能会喜欢什么，然后可能评审可能会喜欢什么，那我把这些元素都加好之后，反而他就替我们的作品加分。那另外因为我没有停止看诊，我还是继续有在辅导我的个案，所以我从个案跟我分享的他们的人生故事，更可以激发我在选剧本的时候更知道说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会比较注意这个题材那个题材。我觉得呢人生很有意思的，当你没有很刻意要怎么做的时候，他就把你糊里糊涂都转在一起。你说他们没有关联吗？可是他们也很有关联，因为心理咨商师常常会在电影啊或是在 FBI 里面要做分析啊，要去判读啊。那你说这些电影里面呢，又需要 FBI 探员，也需要心理医生，所以其实都还是有相关联的。其实只要跟人有关，其实几乎都是放在一起的。懂，因为这样听起来是不管在哪一个行业，其实当然今天不是在制造业的话，只要是跟人有关，那懂人的心理比较容易去做提前的分析跟预测，是，对不对？那像老师你刚刚有提到一点是说，因为你有做有学的是犯罪侧写，然后后来又到好莱坞开始，那因为我自己想象的那个环境，有可能是尔虞我诈的程度是蛮高的，非常，对不对？对。那你能不能请你分享，就是有没有怎样的洽谈的一个 case？让你印象很深刻，有让你觉得因为你懂了这一些，然后有躲过危险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好莱坞是一个男性主导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再加上我20多年前在那里的时候，基本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有就是我们亚洲人又看不太出年龄，所以他们就只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毛头小女生，可是其实搞不好我已经很有工作经验，然后但是被打压的机会很高。那好莱坞也是一个，因为大家都看到它是那么大的一个赚钱机制，这几年可能没那么好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到大家看电影的习惯。但是以前呢，电影业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业，它能够让人一夕之间成名，一夕之间赚很多钱，然后也有可能一夕倒。那因为这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譬如说尔虞我诈，然后大家踩着别人头上去的人很多，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变更小心，尤其我又是个女生，所以我们有在各种公共场合的时候，我基本上会非常保护我自己。那我举一个例你们大家应该有听过那个
被抓进去的色狼制片人 Harvey Weinstein 有他呢，我曾经在纽约带着我的助理要去跟他谈一个 case。那这个制片人呢，其实我已经多少有听过人家说，他好像就是比较在女生面前很容易有点像欺负女孩子的那种态度。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毕竟还是属于小咖，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好几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制片人，然后他的电影公司在那个时候又是出了很多 Miramax 出了很多好的电影，非常卖座的电影，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因为仗着他的这个权势，所以他去欺压很多人，不敢跟他说不。其实也不止他啦，我在好莱坞大概也遇到太多了，所以我通常在危险开始之前，我就已经会先跳了。那是观察到什么？你知道啊？这个是首先第一个，他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是他的办公室呢是在更里面，然后他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沙发区。也就是说他的办公室很大哈，所以他真正的办公室在里面，但是通常他会客会在外面这个区。但是呢，那一天我们到的时候呢，他上面虽然穿的是西装，但他下面却穿短裤。哇，而且是那种男生的那种比较内裤，四角内裤那种。然后他一坐下来就这样脚开这样而且这里就顺便教大家一个那个心理学知识。第一个，他脚开之后，他的鞋底是可以让人家看到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一坐下来呢，他的那个脚，譬如说我们脚是这样，但是他翘脚起来以后，他的脚底是朝天的。这种人呢，非常的自负对，而且不尊重人，所以基本上我就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首先，我就觉得说 OK。他不是真心想他跟我们谈这个东西，再加上他的服装有点不符合。然后当时虽然我很希望我的这个当时的那个电影能够快速找到发行商，找到投资人，可是我看到几个他的肢体语言，还有他的说话态度，还有就是他那时候讲话的。首先我刚刚不是讲他一坐下来身体是这样子的，所以第一个他就没有平等的在跟我说话，所以我基本上就连谈下去我都不愿意谈，因为我觉得这个谈下去到最后他一定会用什么方式来逼迫我答应，所以我认为有很多女孩子那个时候受到他的伤害应该是这样子出来的。可是我当时的做了一个决定，是我直接站起来，我就跟他说Weinstein 先生，对不起，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可能不是属于你们公司适合的，那打搅你的时间了，我就走了。他后来还打到我们下榻的饭店，但是我就没有回了，因为我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是用很尊敬、很高大上的态度，但是如果你没有用相等的态度，我宁愿不要做这个，因为一做下去。我为了让这个作品做好，可是我要失去我的自尊跟人格，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你一旦做下去之后，你以后的自尊人格就不用再拿回来了。所以我想就是因为我一直都保持着这种就算辛苦我也要想办法撑过去的态度，那也帮我避开很多祸端，然后也慢慢的也建立出口碑，知道说我是个不会屈服的台湾小女子这样子。懂，因为这样比较有机会打出来是另外一种你的名声，对业界的名声。对，那老师，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是说，在他的这一个接待人的时候，把别人约到他的办公室，有点像是把别人约到他的这一个主场嘛。对。那当他把人约到主场，他也知道这些行为别人的感知是怎么样。他会不会也刻意是用这个行为来测试眼前的人是不是他吃得下的？首先第一个一定是嘛，因为第一个他知道他要见我们之前，他一定知道是谁要来见他，那要约他也不容易啊，因为他已经这么大牌了。所以当时然因为我是在洛杉矶，他是在纽约，所以我们飞过去他那边是应该的。
那但是本来就是，如果你今天到了别人的公司，本来你就会觉得示弱一点嘛。那如果人家到你公司，你就会觉得，你有办法比较站得直一点。对，那所以他的确是运用了这个方式，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办公室的气场排场是真的很大，然后还有他本人出来，然后他自己也很胖啦，所以他整个很大，所有都是大，对，这个就是心理学里面，他就已经先用所有的这种 element 那种元素来让你对他感到恐惧了嘛。我知道我是很有名的制片人，所以他已经先摆出那个自信了。然后呢，然后再加上呢，他知道你是要来求他的，或是来跟他求合作或什么的，所以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压你，他知道怎么那个，所以谈判里面呢，最不需要的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很求他，而是要让他知道说，今天我来是因为我要想提供一个 opportunity 一个机会。来让我们两边的互惠，而不是说我因为我的这个作品，然后我希望你们公司帮我怎样怎样，这样子反而会那个地位就不对。对，但很多人常常在谈判的第一课开始，或是见面的第一步开始，就已经失去了平等地位。不管是在谈判啦、人际关系啦，或是你今天遇到一个人，你跟他的地位到底在哪里？其实，在见面第3秒就已经决定了。今天他会用高位来看你，还是用低位来看你？基本上就已经在前3秒就已经快速决定了。人与人的磁场很奇怪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肢体语言，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说话，陌生人跟陌生人是很难。如果他本身不是个多话型的，基本上很难很快就熟络起来。那你怎么样在这个快速的时间，在还没有说 hello 或者是只猜一个 hello 的时候，你就能够赶快让对方知道你是善意的还是敌意的，或者是你是要让他就是知道说我今天的目的或什么，其实这个都不用讲话，都可以从身体肢体语言，或者是你们到时候坐下来，他的手摆在哪里，他的身体往前倾往后倾往左倾往右倾都有原因的。那能不能请老师就是教我们一下，不要说教他们，教我好了。就是说，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就是我们今天是去找客户，那是要谈合作，他也知道这次的目的是什么。通常你在这样的场合走进去，你会特别关注哪一些细节？我会首先第一个进入这个会议室的时候，我会先看他把我排在哪里，他让我要坐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今天他安排的座位跟他齐头，就是同样，譬如说 CEO 一样跟 CEO 坐对面，然后什么，或者是 CEO 有的是 CEO 坐中间，旁边有2个什么副总或什么的，就看他怎么安排这个，就会大概知道他的目的在哪里。譬如说，如果他 CEO 排的比较外面，那这个就是会让 CEO 有，如果今天会议没兴趣，他可能可以先走的态度。但如果 CEO 会坐前面一点，那我会知道大概他这次他是真心要下来跟我们谈出个结果。所以，但不过这个还要看会议室的。这个其实也要看它是椭圆形的长桌还是圆桌，对不对？可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去的长桌比较多，所以我比较有办法从那上面抓。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他跟你握手，他一开始进来，你进到他公司，他跟你握手的力道，然后握在前段、中段还是后段，你握的有这么近，还是握到这边，还是轻轻的握，然后手掌向上，还是手掌这样向上握，还是手掌向下握，这个都是很多的疑问的。如果说是因为一般好像如果我是主人，通常主人会手先出，一定会是斜把斜的这样，对，然后但是如果你譬如说我们2个要握手，那来手借我，那我想要马上让这整个局势让我掌控，你手来，我一定先就这样压住你，让我的手是在上面的。你好，对，我不会让你有机会转回来，我一定会确认我在上面。懂，而且这样的感觉有一种被
光压的时候就下马威了，你潜意识就下马，而且我这样子按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觉得那个，可是大部分友好的话，就会2个人都是同样这样。可是如果你去看川普握手，一定都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光是动作跟力道就已经没有传递善意，对不对？对，而且我们从那个力道，当然你也不能握得太重啊，或太轻。但是因为跟男生通常我就会握重一点，因为男生手本来也比较那个哈，那我也要展现我的强势，所以我去，对，而且我去的时候，而且我握手绝对不会看我的手，我一定看他的眼睛，确认我是跟他，就算他比我高，我一样啊你好哈，就是不会去把自己显得渺小，或者是显得比他低一截这样子。对，不过我自己已经很高大了啦，高跟鞋一蹬也就180了。所以有对，所以其实第一个是握手，然后包含，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握手反而很随便的是那种你好，然后他其实身体已经转另外一边了，对不对？那种的基本上你也不用太浪费时间，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在谈合作。然后基本上就已经先不是那么尊重你的话，今天你就算拿到了这个资源，你后面要负担的成本可能更高。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投资者直接搬现金哦，你想想看，那个几百万现金美金摆在你的面前，而且那时候所有的电影作品都是需要投资人的，对不对？有钱拿还不好呢。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进来就一副我是有钱大爷那个态度，然后一副就是握手的时候也是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好像他们来给我无上的光荣，给我无上的那个波比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当下就决定我不会去接受这一次的这个投资。我当然是很委婉的拒绝啦，但是我的几个这个部门的那个员工跟我讲说，那你怎么不接受这个钱？我说不行，我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钱接受了，我们公司就糟糕了，之后我们就要备很多问题。还好，你看，就真的还好，我没有接受。就是6个多月后呢，我们知道另外一家公司有接受这笔钱，结果呢还被联邦调查局的去查，因为这笔钱呢背后呢有那个墨西哥毒枭。哇！对，这真的是电影里面的情节，对，好可怕哦。所以你说有时候，因为我们很需要钱的时候，尤其又被逼到紧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先拿了再讲。可是我跟你讲，你有时候真的要很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判断，就是那个当下的那个判断，因为有些钱你拿了，你后面要付出的更惨，那个公司就整个直接被封掉啊。那你说你不是更惨吗？你那么辛苦，其实跟你根本没关系，因为这个他那个是后面比较像后面牵扯到的，对，并不是他直接跟毒枭拿钱。可是问题是，就算2、3手。国际还是不会放过你啊！你这个如果牵扯到毒品，就是不行啊。那个他们进来是西装笔挺，而且是很高档的阿玛尼西装 ，OK，然后看起来那个梳的多，就是看起来像华尔街金童哎，哇，连袖扣都是名牌的，那金闪闪的，一般人可能会很容易被这些外表所迷惑。但是还好，我就说，因为我有这个侧写的能力，所以我观察一个人不是观察他穿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然后猴子穿衣服也可以变得像人一样，所以我们注意的是他眼睛当时看哪里，譬如说他一进来眼睛到处闪，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不是像 Jaco 这样直的跟着看着我讲话，而是一直就是到处东看西看，就那种有点像在打量，甚至在评估环境的所有人的状态这样。对，然后他看到我是女生，所以当他进来的时候也有那种有点，但是不是色狼打量啦，因为那种比较像是一个女的那种跟我谈事情的态度，对。那所以通常我遇到这种，我基本上雷达就会打开了。首先第一个，你已经以貌取人，已经认为我是一个女生，跟你不能谈判，那我就一定要把这雷达打开了。你凭什么用这种态度？而且你背后是要做什么？你以为女生好欺负吗？因为他果然一坐下，他就是因为看我是一个女生，所以他钱放在桌上的那个态度跟
讲话的那个态度，基本上我相信他如果跟男生讲是不会这样讲的啊。对，懂。所以其实是综合了很多的讯号，才能够去有那个直觉说这一个人怪怪的。所以我常常在提醒很多去听我讲课或者是演讲的人啊，我都会跟他们讲，你千万。我说，因为现在教这些的很多，还有我们很多探员退休后也会有这些，可是我们从来都不是针对一个动作就认为这个一定是怎样，我们要观察他很多动作，连他呼吸的样子，连他眨眼睛的样子，就是手怎么放在嘴上，在听你讲话的时候手是这样放还是这样放，还是这个都很多各种各式的姿势。所以大家绝对不能从一个动作或两个动作就说一定是怎么样。譬如说，很多人说啊，如果这个人摸鼻子就是在说谎，不是这样，因为现在过敏源太多，而且有时候摸鼻子啊，或者是摸头发，这个有时候是在自我，就是有点像我们摸小狗那种在安抚，就自我安抚的一个动作。因为可能我们那时候在紧张，在某种话题里面是紧张的，所以可能会不自觉的会去做一个摸的动作哈，所以要注意很多细节的。对，而且我刚刚这样听起来，有突然一个灵感，比较像是说，今天这场洽谈，如果真的是在双方都有基本尊重跟有诚意的情况下，他会正常有的表现刚好是哪一些？那接下来我只要在跟他洽谈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一开始，我就可以大脑自动去核对说。没错，到底这一场你该有的样子却没有，可是为什么你敢这样对我？对不对？对。那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个？因为会看我们频道的观众，有一些其实都会是我们想要精进人际沟通啊，或者职场上沟通，尤其伴侣沟通这类的。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当他们在认识新朋友，比方说传讯息，就两个情境，一个是传讯息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观察说，对方会不会是有那种控制的这种倾向，或者是说恐怖情人的倾向？我首先自来熟的就是刚开始就跟你马上很麻吉。当然也有人是活泼型的我现在讲的不是说语气活泼，我现在讲的是自来熟，就是你们才认识没有多久，事实上搞不好都还没有见面，但是他就开始跟你称兄道弟，或者是开始跟你姐姐妹妹，或者是亲爱的什么有的没的我们就统称叫做甜言蜜语炸弹好了，爱的炸弹，就不管是什么关系啦，就是他一开始就给你供很多这种甜言蜜语的人，你基本上就已经要先注意了嘛。因为没事跟我这样甜蜜必有诈而且还没碰过面就已经那个称谓是很近的这个身份了。对，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还没有看到、还没有得到、还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自套光环，把它美化了，然后等到真正的人出现，搞不好他根本就没有这些能力，没有这些好处，可是你已经都自动先把它提高，把它升级了。所以你后面受骗的机会就很高，这个就是很多人常常问我说，怎么那些网络诈骗或者是被骗的人，明明就很多高学历的，明明就很多人很聪明的，怎么还会被骗成这样？可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们那些网络诈骗的或是诈骗感情的，都是有一套 SOP 的，他们心理学搞不好都学的比很多心理咨商师都很厉害，因为他们就是知道怎么样去做反心理作用。就是看准你认为你不绝对不会受骗的，你认为你一定是不会遇到那种人的，就会越遇到那种人。所以第一点，太早跟你熟悉的那种人你要很注意。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早安晚安午安这种简讯，然后是很 sweet 的，然后或者说你去哪里啊，我好想你哦，你要跟朋友出去啊，我好难过这种话现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会觉得也好甜哦，可是你要小心一点，因为这种话的后面有时候是这个人你这个人一天到晚没事啊，是不是？对不对？你正常的人都有工作啊，总是用那个你没有错，你刚开始谈恋爱难免会头脑都是对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如果到了3个月，通常一般的那个恋爱冲锋期，就是前面的那个
疯狂期呢，大概到3个月会开始渐渐降下来。那如果在渐渐降下来的那个时候平稳的时候，他还是同样继续做这种早安、午安、晚安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要小心了，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正当工作啊？对他怎么有办法一天到晚在那边传这个？还有就是你跟他讲说要跟朋友出去，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说，哎呀，你的朋友是不是？就是他会开始挑拨你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开始你渐渐的你会觉得好像你的朋友在他面前都不太好，慢慢的他就会觉得你怎么会跟 Jaco 这种人出去啊？他好像怪怪的，或是什么，他对你一定有什么企图，他或者是他就是利用你啦，怎么样？反正就是他会让你觉得他很站在你的立场为你想，然后你就开始看 Jaco 说，好像真的是这样，可是明明根本就不是，是他自己，他要孤立你，他要让你变成完全没有办法。有其他的人可以支援你，就只有他，所以这就是渐渐的控制的状况，所以要注意这一点。如果因为一个人爱你的话，他会好希望去巴结你旁边的人，他会好希望你旁边所有的人都是喜欢他的。有一些会有爱屋及乌的这种动作，一定的啊。可是这一点要注意哦，恐怖情人也会在一开始先在你的朋友那边，就是你们还没有确定关系之前，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的朋友都说。哇，你的男朋友很棒，你这个 Jaco 好棒哦，你一定要怎样怎样，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帮他讲话，然后到最后再就是等到你已经属于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剔除了，他就会慢慢再把那个关系链以他想要的开始整理，对不对？所以可是很多女生跑不出这一块，是因为一开始她会觉得。哇，以前我什么事情都要别人帮我做哈，可是你看现在他都帮我处理的好好的，然后我好像被宠的小公主一样。可是小心一点哦，我们想被当公主宠，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哦。那可能会失去你的主见，失去你的自由，更危险的失去生命那主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本来就是一个什么都喜欢人家帮你做主的，那当然啦，那你遇到恐怖前，可能就是你可能也不会觉得恐怖，但是一般正常人是有主见一点，希望也有自己一点空间的人，绝对不喜欢那种24小时黏的密密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某种生活空间，还有自己的生活形态，然后再回来做联系嘛，这样子才会有互补作用。可是如果恐怖情人他们最常做的就是一开始非常明理，然后再来就开始变得不高兴你跟朋友出去，然后甚至到最后连班也不爱你上。哇，就是我有遇过一些犯罪案件是，他就是要到最后就是你只能听他的，怎么样去知道他是不是在骗你？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先看你们还没有很熟。他就已经甜言蜜语，而且或者是炸弹的那个礼物公式，一直买礼物送给你，因为你要知道啊，他的目的如果只是为了暂时得到你，那么这些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小投资，等到他真的完成他的打猎的兴趣之后，他没兴趣，他又转头。他们这种人最厉害的是一开始就跟你说。我真的不想交朋友，我现在是不能谈感情的，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是如果你你懂吗？他们就会先把，他们会先把。就是我没有目的性，框架都已经讲好，是你自己要喜欢我的。我一开始就有跟你说我不行啊，我一开始就跟你说呢，可是我还是继续喜欢你，我一样丢礼物给你，因为没办法啊，我就是太喜欢你了。可是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所以刚开始很多女生圣母情节跑出来，就会觉得他有老婆也不是他的错，他们两个关系真的不好，然后所以他真的，我只是旁边安慰他，我们只是朋友。然后慢慢的朋友就开始真的，刚开始我跟你讲，海王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也不会强迫你，因为你到最后都是你自愿的所以他可以跳脱这个问题。我可以理解为他好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形态，对，那这个形态里面它的规则很清楚我觉得我是没办法认真的，对，所以我是不会做任何感情的事情，可是我可以同时释放很多好。
好意给那些需要的人。对对对对。那如果那个女孩子刚好正在感情枯竭，或者是忽然间有人对她这么好，很难不沦陷。那有些男生其实真的喜欢那种感觉，喜欢征服他人的感觉。他们就算不一定是已婚啦，就算单身，他们有时候是以打猎为兴趣，会觉得说今天他的成就感来自于有多少女生会被他迷惑，或是有多少男生会被他迷惑，因为不是只有渣男，有很多渣女，对，骗子也有很多女生，因为我分析的个案里面也有很多都是被女生骗得很惨，所以只是说男生被骗比较没有像女生会讲出来或是张扬，因为男生会觉得太丢脸不要讲，女生比较会，因为女生释放压力的方式就大家一起出来，然后讲出来就会好了。但是男生都是自己关在自己的城堡里面疗伤啊。那我能不能问个问题，就是假设说今天我们替自己装一个那个过滤器，有点像警报器在心里面，那我们有没有哪一些征兆是，如果同时拥有3到4种特性或者他的行为征兆？那我们可以假设说，这一个人可能不是那么诚恳。譬如说，我刚刚前面有讲说眼睛闪烁，对，眼睛不能像我们这样子眼神看着对方的时候，这种通常就是要注意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讲话喜欢一直碰你。好，那讲话喜欢一直碰你，不代表完全是不好。我讲的是，因为人开始喜欢对方的时候，会忍不住会想碰碰这个人，但是会礼貌性的，不是他不是故意的。譬如说我们在笑啊，就打他一下或是什么的，这种是正常的，喜欢的触碰，下意识的触碰。可是我讲的是那种很刻意去摸你不应该，譬如说摸到大腿这个膝盖啊，就算你可能觉得膝盖没关系，可是首先第一个，我跟你只是朋友啊，你摸到这里，这已经属于有点私领域了，虽然说还没有到大腿，而且朋友不太可能会碰这边啊。没错，这个塔塔屋这里是这个，如果我们有点男生碰过来，我们会飞踢他。对，我们再总结一下，就刚刚讲的那个爱情炸弹，对不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眼神会飘离，对，然后摸，而且这种如果是谈感情的这种，如果不诚恳的，他的眼神的游离一定是你全身上下，不是你，因为他有兴趣的不是你这个人，他是你喜欢你的身体，所以如果他夸你，总是说哇，你今天很好看，但是那个眼神就是他是不是看着你的眼睛，而是扫描整个。因为想了解你的人，他一定会很想就这个看着你。但是呢，如果他想了解你的比重是在身体多一点，你就会常常发现他会盯着你的身体看。然后，因为这是下意识的，然后你就会问他：“你干嘛一直看我？”然后说：“没有啊，你很漂亮啊。”可是你要看哦，他一直看你的地方是哪里？是你的上半部还是你的脖子以下？你要注意一下这个。这个让我想起有一次，不知道是看哪一个，也是心理学相关的，跟沟通还是伴侣有关的书。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一个观点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会用吃东西去形容跟另外一半就是做开心的事情，如果他会使用味觉的角度去形容，那他们出轨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他把那个当成是一般的生理的欲望而已，对不对？有可能，因为如果按照这种讲法，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刚刚老师在讲说，就是这样在看着他，就真的很像是要把那个人吃掉的感觉，就那个眼神很像。对，因为两个人吸引的时候本来就会喜欢看对方，本来就会喜欢碰触到对方，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下意识动作。可是他看哪里碰哪里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对。那当然呢，言语啊，我就说，像你刚刚举例的那个，我认为遣词用字也是在我们不管是在人际关系还是谈判里面，我们经常会去注意的。他是常常说我想还是我认为，或者是就是他用的那个 think 还是feel，我感觉还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想的一个感受的。那你这个时候也比较能够知道他是感性还是理性型的人多一点。那我最后问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啊，像那一些比较有可能是有偏执控制的这种类型的人，因为第一个他一定是限缩，慢慢的把眼前这一个人的关系捋成他自己要的。对，那所以他会在相处的过程一步一步的让你跟这个人也不好联络。对啊。然后你要去这里也不容易， 对不对？那他有没有哪一些用词是他们这种我都是为你好，我如果不爱你的话，我不会这样做的。以爱为名。懂了。我想跟就是观众讲，就是真正的爱是不会痛的。如果你在爱里面会感觉很痛苦，会感觉受约束，这样就不是真爱。因为这种是有条件的爱。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来爱，要不然的话就不是真爱，那这样子就不对了。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说，你如果爱我就应该要怎么样，或者是我因为太爱你了，我才会这样，我才会嫉妒，才会不喜欢你跟朋友出去怎么样的，这种话你听听就要赶快躲，赶快逃啊。你应该会希望两个人都有很健全的社交生活啊，那偶尔彼此掺杂一起啊。还有就是如果你跟他认识差不多3个月6个月了，你却还没有遇过他的朋友家人，这个也要小心一点。对，那但是你就算碰到他的朋友家人，也不代表你是安全的哦。因为有时候他就是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他就是故意让你见过他的家人了，让你以为他跟你有长期交往的那个，他只是在缩短他能够得到这个猎物的机会而已。对，懂。哇，今天真的听到很多都是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甚至呢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可以好好留一个心眼去观察。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坏人，但是呢，更多时候是当我们对于人的一个行为特征有一定的这一种知识量，那或许哪一天我真的遇到感觉越来越不对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判断说，或许现在我得好好来观察到底眼前这一个人是不是值得来往的人哦。那最后能不能请一凡老师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台北有要开的那一堂课？对，因为刚好有这个时间跟机会呢，我就只有一天，就是1月18号在台北实际的地址可能要到时候再查。好，我们到时候会把老师的课程资讯呢放在影片的这个叙述栏。不过我这边也先讲这一集不是业配，单纯呢就真的是我很喜欢一凡老师他谈的这一些观察，包含像那个从犯罪侧写再延伸出来这些经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稀少的一个资讯，至少在我的世界里面，所以才会这样分享。好，那所以老师你的这个课程它是分上下2天，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就算我可以跟你讲好几天好几夜，我们今天还是讲不完，因为人如果那么好理解的话，怎么可能够那么那个？我也是20-30年在国外的经验以及自己看诊的经验融合，能够用这么简单的方式讲出来。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学，或者是说你在社会上的直接应用，你真的要去特别来听某些课程，不一定是我的课程 Jaco 的课程 也很棒。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光学了一个东西你就能够理解所有的东西，可是我尽可能用很大众化的方式，把很艰深的内容来把它变成一个字迹跟签名，所以你都可以用这一招在你的朋友圈在派对的时候变得很受欢迎，因为很多人就会以为你都变成科学算命师了，因为你学了知道怎么看一个人签名的方式，还有他写字的字迹的方式，你很快就可以猜出他大概是感性型的人还是理性型的人。那一旦你知道他感性型跟理性型的话，你就马上，尤其现在大家都很爱什么 MBTI 什么 I 人 E 人的话，就是外向型还内向型，你赶快知道他是内向外向理性感性，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跟他们说话，怎么样去跟他们谈判，你去买车的时候可以要到更多的好处之类的
下午课呢，我是要教肢体语言，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坐姿，还有拿手机的样子，怎么样讲话，这些都可以让你快速辨别。今天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场合里，更容易被注意到，更容易跟这个人说话，让这个人记得我。所以除了是教你防身术之外，隐形防身术之外呢，也要教你怎么样去破冰，让那个你的人际关系啊、谈判啊，或是业务啊，都能够很快的帮助你这个2026年开局的第一招这样子啊。好，明白。那后续我会把课程呢就放在我们影片的叙述栏，如果有想要了解更多课程资讯啊，都可以去叙述栏位那边看哦。好，那今天很感谢一帆老师，谢谢，就是可以这样聊着很有趣哦，就是今天有一种长知识的感觉。那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